众所周知，中国的佛教也分为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而中国人从小就知道文成公主进藏弘扬佛学这个人人称颂的事迹。然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藏传佛教也并非传统的藏传佛教。解放前的藏传佛教其实有很多十分原始恐怖的习俗。当我们在提起古时候的藏传佛教，想起的是人皮唐卡、阿杰古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伴随的还有无数农奴的血与泪水。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何曾经在中原以慈悲为怀的佛教，到了西藏会成了如此骇人听闻的模样？又如何从原本的汉传佛教演变成了自立门户的藏传佛教？聊起藏传佛教的来源，绕不开的就是西藏的本土宗教本教。本教在过去也称雍种本教，一开始是在象雄部落中所诞生的原始宗教，后来才传遍当时的西藏各个部落。在如今我们要去西藏的时候，常常需要担心高原反应，因为我们知道那里气候冷，氧气稀薄，而在数千年的西藏，那里气候恶劣，瘟疫肆虐，野兽众多，每一分每一秒，居住在西藏高原的人都要受到来自未知恐惧的威胁。本教便是在如此情况下诞生。当我们看到本教的时候，会发现他们的精怪形象大多都是穷凶极恶，怒目圆瞪，他们脚踩死神，身戴人头，披人皮，他们无畏野兽，也无畏黑夜。简单点来说，这其实就是一种对自然的崇拜。远古的人群会把狮子、鸟当作图腾，是因为他们崇拜猛兽的力量，鸟类能够飞翔的能力。而本教精怪的诞生也是秉持如此思想。瘟疫肆虐，那人所崇拜的精怪要能够抵抗瘟疫；黑夜恐怖，那精怪要无畏黑夜；野兽恐怖，那崇拜的精怪要能够杀害猛兽。总而言之，现实恐怖，那精怪要更恐怖，这样崇拜的精怪才能够压制得住人们现实害怕的东西。所以诞生于象雄部落的本教才迅速在西藏地区蔓延，成了当地主要信仰的原始宗教。在佛教传入以前，西藏唯一的宗教就是本教。本教信奉万物有灵论，认为自然界的山山水水、花草树木、岩石洞穴里面全部都有神灵居住。因为崇拜的是各种山神精怪，所以本教在寻求庇护的时候，自然也伴随了各类血腥的祭祀。佛教开始在西藏出现萌芽的时候，是在松赞干布时期。公元7世纪中叶，佛教自今尼泊尔和我国中原两个方向传入藏区及当时的吐蕃。在松赞干布时期，其实本教已经发展了几百上千年，是当地十分成熟的一个宗教。那松赞干布为什么还要引入一个新的宗教？这就不得不提到本教中的一个角色——巫师。巫师在本教中十分重要，他是一个能与神灵交谈的角色。在吐蕃这个全民信教的地方，信徒眼中，巫师等同于神明。在极度信仰鬼神的地区，这对于统治者而言是十分可怕的信号。而巫师的继承人往往由贵族的子弟继承，王室无权干涉，甚至在一些国家大事上，巫师也能够插手。他们能够冒充神明的意志来左右统治者的决策，从而扶持自己的势力，打击王室。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当时的宗教掌握在贵族手上，而吐蕃中贵族与统治者赞普并非一条心。于是为了对抗本教，夺取宗教的解释权，从而加固自己手中的集权，松赞干布选择在西藏引入一个新的宗教。文成公主进藏，携带大量经书宝典，携带释迦牟尼佛像，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与此同时，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同样入藏，带去了印度佛教。在佛教进入吐蕃后，松赞干布大力推崇佛教，为佛法、僧人站台。于是佛教就和本教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佛教的入侵也自然引起了本教贵族以及教徒的不满。毕竟佛教的进入不仅挤压了本教的生存空间，也会削弱本教贵族对于宗教的掌控权。于是吐蕃便开始了本教与佛教之间漫长的斗争。这之间的斗争包括不限于本教教徒抢夺经书，冒充该经书是本教的经书，把本教的创始人画成佛教创始人释迦摩尼的模样等等。
每每吐蕃有瘟疫或天灾，本教贵族便会出来大声指责是你们这些外来教派导致的，并且以此为借口驱赶佛教僧侣。在斗争最为白热化的时候，别说路过的狗要挨2拳头，连统治者路过都要挨2刀。金城公主的丈夫齿代朱丹以其2位心腹大臣，就是在政教内斗中被谋害而亡。齿代朱丹的孙子甚至因为推广佛教的手段过于激进，而被信仰本教的亲妈毒死。时间线来到了赤松德赞时期，这个人是松赞干布孙子的孙子的儿子，也是刚才提到齿代朱丹的儿子。亲爹被本教谋杀惨死，而自己年纪过小，势力被架空，加上赤松德赞的近臣多为信仰本教，他们在赤松德赞面前肆意压迫佛教。当有佛教徒过来看望他，他甚至需要担心来的佛教教徒会被身边的近臣谋杀。所以在赤松德赞长大之后，由于童年阴影太深，导致他掌权之后决心推广佛教。在设计除掉一些反对佛教的大臣之后，大力推行佛法的诏令，翻译佛典，并请来了一个藏传佛教的关键人物莲花生。莲花生的做法其实我们熟知的佛教传播方法差不多，主打的就是一个打不过就加入。他把本教的神灵请到了佛教之中，并且修建了桑耶寺，将桑耶寺内的菩萨形象全部仿造藏人的形象，因为他认为如果形象与藏人相同，才更容易被藏人接受且带入，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举措，也标志着佛教要开始走融合本地文化、本地宗教的趋势。另外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在赤松德赞时期，有一天，本教的巫师在桑耶寺里面宰杀牲畜，举行非常血腥的祭祀仪式。杀生在汉传佛教里面可是大忌啊，这就让佛教徒忍无可忍，他们向赞普赤松德赞抗议说，如果你不废除本教的话，那么我们全体僧人都会返回。于是赤松德赞下令开始一场佛教跟本教之间的大辩论。在辩论的过程中，佛教始终是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因为跟本教相比，佛教更具有完整性和系统性的教义，而且它还有近千年历史的辩论传承，再加上裁判赤松德赞本人的心就是偏的，所以结果也不出人所料。20名本教巫师在佛教高僧的诘问下理屈词穷，宣布认输。于是赤松德赞立佛教为国教，在这场辩论中，以藏传佛教的胜利，部分本教信徒被流放而告终。最终，在政治上，赤松德赞除掉了本教大臣；在传播上，佛教选择融入西藏原始宗教；在对外上，辩论会是藏传佛教赢了本教。在解决完本教巫师之后，赤松德赞把本教的经书、法器和神像投进了雅鲁藏布江水里面。剩余的一部分则镇压进了桑耶寺的黑塔下，这就是本教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法难。如果说松赞干布将佛教的萌芽带入吐蕃，那赤松德赞便是让佛教自此在西藏稳稳扎根。但扎根不代表就稳定了，毕竟本教在吐蕃也算是根深蒂固。在赤松德赞灭本教一事之后，本教在西藏的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本教并没有就此退出吐蕃王朝的历史舞台。在这之后的半个世纪中，本教势力一直隐藏在黑暗中，时刻准备着给佛教致命一击。在吐蕃王朝的尾声，倒数第2任赞普因为过于推崇佛法而被本教教徒杀害，而最后一任赞普则是因为太过推崇本教而被佛教徒杀害。事实上，在赤松德赞之后，吐蕃内部的宗教争执就再次激烈互锤，一直互锤到吐蕃分裂、王朝灭亡。两者斗争特别有一种不顾吐蕃王朝死活的美。由此可见，即便吐蕃王朝灭亡，吐蕃的佛本之争也从未停止。直到10世纪的北宋时期，那时候的西藏佛教再度复兴。这一时期的佛教也开始积极吸收了一些西藏本地的喇嘛特色和本教特色，最终成为了独家的藏传佛教。说白了就是本教过于根深蒂固，而佛教，一个外来的宗教，如果不主动融入在西藏这片人均本教信仰的土地中，是完全推动不开。藏传佛教便是在如此的人为的推波助澜中形成。
从一开始以西藏原始宗教的斗争到最后的主动吸收，它确实融入了西藏本土，也成了西藏文化的符号，但是却从未摒除原始宗教中的血腥。在这期间，佛教并没能改变本教作为原始宗教其残酷血腥的现象，只能选择将之融入于佛教。于是，藏传佛教便染上了原始宗教的血腥暴力。一直到解放前，藏传佛教都保留了很多十分原始恐怖的习俗，比如人皮唐卡、阿杰古、人骨丸等。唐卡这个东西是属于藏族特有的绘画艺术形式。人皮唐卡顾名思义，就是用人皮做画布画的。奴隶主们会挑选一些合适的奴隶，把他们的皮肤剥离下来，越完整越好，最好是活着弄下来。找传说中的大师，按照经书记载的会前仪式制作画布、构图、染色、开眼开光等等，然后装裱成唐卡挂在家里。别的奴隶主来玩的时候，给人一介绍，他们就觉得倍儿有面子。阿杰古又叫人皮骨，而人皮的提供者一般是16岁以下的少女，并且必须是完璧之身，当然也会把少女的德与行考虑进来。于是哑巴就成了最合适的献祭者。因为哑巴不会说话，也就不会说谎，他的灵魂相对于正常人来说，自然更加干净，不会被玷污。但是世间哪有那么多哑巴，于是很多少女就被活活的割去了舌头。选定制作阿杰古的对象基本上都是农奴的女婴，她们将刚生下来不久的女婴把她们的耳朵刺聋，舌头割去。等到女孩长到16岁，再到头顶打一个洞，然后把水银从洞中浇灌下去，在向下流的过程中，水银会自然的把皮肉分开，完整的人皮就被剥了下来。高僧再把人皮镶嵌在骨上，一个阿杰骨就做成了。在西藏，阿杰骨是密宗的常见法器，一次简单的仪式就需要用到完整的30个头骨，还有10块腿骨、14个人的肠子。而且僧人袈裟由400多人的眉心骨合成，从用的各种法器到身上穿的和所佩戴之物，都是从活人身上活生生的取下所制成。喇嘛们认为，当人们遇到一些不幸或祸事时，他们可以向这个法器祈求帮助，以获得神灵的庇佑和保护。此外，这个法器还可以用来驱除恶灵和邪魔，使人们的身体和灵魂免受邪恶的侵害。他们甚至认为这些人前世罪孽深重，所以今生要受尽苦难，用他们的骨头作为法器，有祈福超度的意思，希望他来生能投个好胎。不要质疑，古时候的藏传佛教为了做法器，甚至敢去刨皇帝的坟。明史中记载，曾经有一个高僧就把宋徽宗的墓以及周围全给刨了，金银财宝全都拿走，把皇后皇帝的骨头全拿出来了，还把宋理宗的头骨做成了饮器，就是传说中的人骨碗，是所谓的修行人装酒供奉本尊空行用的。这种种惨无人道的法器制作方式，一直到1951年，中国政府解放西藏，结束了西藏的农奴社会，宣布废除农奴制度，才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扎西德内，我是卓玛，我们是专业做香港、澳门及海外华侨人士到西藏旅游的旅行社。如果你想去西藏旅游的话，欢迎联系卓玛，卓玛的微信号是2030194436。